哦，泛科学性教育专题弹性先修班。前些日子啊，我们在 IG 上面询问大家心中关于勃起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，结果发现不论男女，大家最感兴趣的不是勃起的生理功能，而是为什么会勃起，以及勃起造成的误解以及困扰。该勃不勃是很尴尬，但是不该勃却勃了，可能会让你社会性死亡。让我们一起戴上色色的眼镜，一起来看看5个大家最想问的勃起问题。要怎么样勃得顺理成章，勃得风流倜傥，勃得潇洒自在，真性情呢？先说好，这集纯属学术讨论，秉持着对于理性讨论以及科学精神互相交流。我们收到最多的问题啊，其实大概都是为什么会勃起？那为什么撸会有反应？讲到色色的事情就一定会勃起吗？还是一定要兴奋的时候才会勃起呢？牵手勃起是正常的吗？还是看到穿的比较少的女生就勃起，还是喜欢的女生才会？勃起的原因啊，有时候连男生也说不出来，女生更是雾里看花。事实上，勃起的原因可以分为3种：反射性勃起、心因性勃起以及自发性勃起。首先，反射性勃起是对于阴茎进行物理刺激而产生的勃起。这种勃起本质上不受大脑控制，它是由阴茎的末梢神经将刺激传递到脊椎的副交感神经，再由副交感神经唤起的反应。所以说，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其实好像还有点道理。而第2种呢，心因性勃起。这就是由大脑控制啦。这种勃起可以由性幻想的感官刺激来触发，像是裸体的画面、记忆、思考、幻想等等的心理刺激，所以光用想的就可能会勃起了。我们才说，大脑才是最大的性器官。第3种啊，自发性的勃起是属于无意识的勃起，像是睡眠期间会经历的夜间勃起，或者是刚睡醒，我们大家都有经验的晨勃。有了以上的认知啊，我们如果回头来看看网友们的提问，为什么撸一撸就会有反应？这可能是反射性勃起，但也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心因性勃起。可以在完全没有性欲的状况之下勃起吗？可以哦。反射性的勃起和自发性的勃起，事实上不见得都一定是有性欲的。看到穿的比较少的女生就会勃起，还是遇到喜欢的才会？穿的比较少的女生，可能是因为视觉刺激造成心因性的勃起，所以也不一定要等到喜欢的女生才会勃起。另外啊，还有一些疑问，像是会是想到色色的就勃起吗？虽然这些都是造成心因性勃起的一些原因，但我们不能说一定，只能说是有可能，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性兴奋和性器官的反应并不一致。有很多关于这个现象的研究，我们在受试者的生殖器上安装仪器来测量勃起程度，接着呢，让他们去观赏色情片，一边记录他们自己的性兴奋程度，在2相比较之下，结果发现男性性器官的反应与主观性兴奋之间只有50% 的重叠，所以在很多情况之下，男性主观经历了性兴奋，但不见得有引起勃起。或者是神经回路启动了勃起，但主观上并不觉得兴奋，所以想到性色的就勃起，勃起就代表兴奋吗？大概只有一半一半的几率，所以男性勃起也不一定就代表他就是想要咯。第2多的问题就是觉得勃起很尴尬，要怎么样控制？像是为什么越叫他不要勃起，反而越叫越久？或者是如何从5岁刚醒来的升旗状态立马消下去？好奇男人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小头吗？从刚刚说到的3种勃起成因来看，移除这些原因都有相对有机会做到所谓的控制。但就像刚睡醒的时候的勃起，自发性勃起只能等它自己消下去，所谓的控制也只是加速、尽快或是减少。感官刺激造成的心因性勃起，比如像你偶然看到某些影像而勃起啦，那这时候越叫自己不要去想，其实反而会越来越去想，结果刺激就停止不了，勃起也就这么一直持续下去。我们需要转移一些注意力来停止这样的性兴奋，像是算数学、写毛笔或是冥想之类的，当刺激消失，才会勃起消退。但千万不要把阴茎往下压哦，因为这样的抑制动作
反而像是摩擦反射，只会让它更兴奋。这时候，我们不妨做一些运动，活动你的肌肉，比如像你开始做一些深蹲，去引导你的海绵体的血液到运动的部位，到肌肉上面，相对也比较快能够消下去。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勃起啊，从停止刺激到完全消退的时间，其实都因人而异，没有一定的定论。再来就是乡民最兴奋的 size 问题啦，像是未勃起与勃起后的膨胀比例，或是勃起会长到多大几倍呢？真的会长大2倍、3倍吗？这的确是很多人在乎的问题哦。2015年就有研究团队回顾了过往17篇的研究，总共15521位全球男性的资料，结果显示未勃起的阴茎长度平均长为9.16公分，勃起后的长度是13.12公分。以平均值来计算，勃起后的长度增加为1.4倍，体积也增加为2.2倍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关于尺寸的一些问题，像是太久没有勃起，鸡鸡会变小，是真的吗？或是每天练习勃起好几次，会不会变得更大？这是可以像肌肉一样来训练的吗？这个你可能错把海绵体当成是可以训练的骨骼肌了哈。其实海绵体啊，只有40到50% 左右的平滑肌，其他的部分则是由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的填充物。而平滑肌也不是可以受到意识控制的肌肉，无法越练越大，也不会因为不练就变小，不要想太多。持久度。持续多久？最长可以多久？维持的时间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更长呢？讲到持久度啊，这不只是涉及到勃起，其实我们应该要通盘的来讨论一下什么是性反应周期。最经典的性反应周期的模型其实分为4个阶段：兴奋期、高原期、高潮和消退期。而勃起呢，会从兴奋期一开始一直持续到高潮结束后消退。在前戏阶段，一般只要维持感官刺激，就会持续的勃起；而在重头戏的阶段，西方国家的男性从阴茎进入女性阴道到射精，平均是6到10分钟，而亚洲则是75%的男性可以持续3到4分钟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超英赶美啊，大家请加油！不要再相信 A 片是可以30分钟了，那些可能都是剪接的。另外，也有一些人啊问到了关于射精的问题，比如像勃起后不发射是不是会生病？一旦勃起了就一定要射吗？勃起后才能射精吗？是不是不要勃起也能够射呢？根据性反应周期哦，射精前必须经历了勃起，但勃起并不一定要做到射精。那高潮前的性反应事实上都是可以终止的，请放心，这不会伤害健康，只会伤害你们的感情。那高潮后勃起未消退是正常的现象吗？如果勃起的时候超过4到6个小时，临床上我们就会认定为阴茎异常持续勃起症。若持续勃起24小时会破坏血管内皮，48小时会造成阴茎平滑肌坏死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请务必要及时送医诊断，尽快治疗。那么为什么会晨勃呢？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会勃起呢？晨勃其实也是很多人好奇的现象哦。究竟毫无刺激怎么达成勃起的？身体又为什么需要晨勃呢？晨勃在医学上属于夜间阴茎肿胀，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在所有年龄层的男性都会发生，甚至在子宫里的男婴小 baby 也会。在睡眠周期中，身体进入或离开快速动眼期，体内的荷尔蒙和神经生理上的变化会导致勃起。通常人一个晚上会经历4到5次的睡眠周期，所以男性一个晚上也会有4到5次的勃起。因此不只有晨勃，事实上还有好几次的夜间勃起。那为什么会晨勃呢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晨勃会输入大量充氧血到阴茎，有益于组织健康，避免勃起障碍。但现在学界并没有一致的认同说法，所以我们也就这样，继续忍受晨勃吧。有一些女生发问啊，勃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女生也会吗？问得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解答的问题哦。我们就来看看阴茎的同源器官阴蒂。阴蒂其实包含了大范围的体内勃起组织，一直延伸到了阴道口。
当阴蒂头受刺激兴奋的时候，整个阴蒂就会充血膨胀，这大概就是最接近我们勃起的状态了吧。好的，谢谢这几位女性网友的发问哦，你们让泛科学有机会来解答世界上1半人口的疑问。以上就是本次向大家征询有关于勃起的5个问题，希望有解答到各位网友心中的疑惑。碍于篇幅，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回答到。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勃起的知识，请点击资讯栏进入本次专题弹性先修班，一起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。下一集换我们来解答大家心中对于月经的一些疑问，请大家记得订阅 Pen Science 泛科学，成为我们的官网会员，锁定更多精彩的性教育内容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！